这期影片我就给大家讲清楚，不同刻度的玩家应该怎么玩词条继承与洗练。首先说一下一些误区 ，S1 赛季的词条不能继承到 S2 赛季，同时 S1 赛季的碎片也不能分解成神柱石。装备继承只能是相同部位的相同装备，意思是武器不能继承到副手，法杖不能继承到武器。尽管有跨赛季继承，但是目前看来应该是给龙之国、禁雨之国使用的，因为点击传承装备并不会显示 S1 赛季的任何装备。好的，那接下来就是正题了。赛季内词条继承中，传承的装备会消失，但是不会消耗任何除此以外的资源。切记，左边的传承是会消失的，只有右边的继承不会消失，千万不要放反了。碎片分解可以获得神柱石，金色碎片分解比例为1:2，红碎片则是1:3。在 S2，每件装备可以分解50碎片，而不是 S1 的20碎片。刷词条需要100神柱石，每锁定一个词条消耗增加。大氪玩家追求3个神级词条，甚至更多。中氪则以下尝试追求2个。神级词条的示例如下：词条需要刷对应职业的，骑士优先格挡，斗士、术士以及贤者则优先暴击率。这些属性需要在没有任何战绩以及幻兽的帮助下能达到100%。已经100%的玩家可以考虑继续堆，也可以开始堆第二属性。喜欢 PVP 的输出玩家堆精准并继续堆暴击率，骑士则是暴击率。PVE 的骑士堆暴击率，斗士、术士以及贤者堆暴击、伤害或者格挡，看个人喜好。有时候你获得拥有特殊词条的装备，比如生命转化攻击力、护盾增伤、受伤触发战绩等等。这种情况优先选择对你帮助大的，比如 PVP 玩家选择护盾增伤，可以更好的打骑士，或者单纯的玩家增伤。如果是你不需要的战绩词条，比如说术士刷到了格挡反伤这类词条，可以考虑放弃。龙之国只有副手可以刷出来翻倍和升华，所以想要这2个属性的玩家，不要在其他装备硬杠。大家在刷新词条的时候，肯定有疑问，在有一个好词条的情况下，到底是花300神柱石锁住，还是100继续刷？因为这个概率问题都是随机性比较大的，所以这种情况还是要看个人运气。不过我可以说的是，用300神柱石刷3个好词条的几率，要比用100刷神柱石出3个好词条的几率大得多。下面就说一下大氪如何用便宜的价格大量获得神柱石好了，其实就是收购。不过大氪以上的玩家，我个人会推荐15成星以下的时候考虑收购。尽管碎片最终价格会调到10成星以内，甚至7成星，但是不要忘了，通常碎片价格到10到14左右的时候，已经没什么玩家会去打低级副本了。有小号的氪佬可以考虑在封魔侠碎片只有7成星的时候给大号刷碎片分解神柱石，就是这样。小号会失去打高级副本的机会，自己取舍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开服神柱石的价格为每个神柱石10成星，然后会陆续降价到5成星的价格。所以有小号的玩家注意了，论划算程度，肯定依然是直接买神柱石比较好的。想要真成星的玩家就不要买神柱石了。普通玩家，我个人其实不建议玩词条洗练的，因为很多时候自己连金装和红装都凑不齐的话，就算词条可以继承，也没有最新的高级装备，还特别贵。如果自己在合成或者开副本宝箱的时候爆了神级词条，就比如我这个0氪号，但是合成的时候出了个3暴击率词条的武器，就可以考虑自己留着用或者大卖。这里我就不推荐了，自己取舍。那么在此，我也是祝愿无论是平民还是氪佬，都能够出自己想要的词条。哦，对了，在龙之国攻略中，我提到了攻击力和防御的公式，但是那个只是我的猜测，所以请不要当真。对此，我向大家道歉。那关于词条继承与洗练的话题就讲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给我点赞，你们的点赞就是我最大的动力，谢谢。